2024年4月，中国房地产市场彻底陷入冰河时代。数据显示，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大幅下滑，房价持续暴跌，有的城市甚至出现房子白送的荒谬场景。与此同时，中产阶层加速沦为新贫民，面临着断崖式降薪、失业潮席卷等一系列生存危机。在经济下行压力的叠加下，曾经支撑起中国经济半边天的房地产业，如今彻底陷入困境。根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，2024年4月，全国100个重点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库存规模创下历史新高，去化周期高达22.9个月，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。具体来看，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达16.6个月，二线城市为19.6个月，3、4线城市更是高达30.2个月。这意味着，即使现在停止新建房屋，这些库存房也需要接近2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售出。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。一位来自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学者指出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也就是中国当前整体经济下滑，或者说整体崩溃，许多压力同时叠加。目前在房地产市场上表现为房屋滞销，但还会引发许多其他后果。3月，中国7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指数几乎全线下跌。有分析认为，这就如同一面巨大的倾斜镜，如实地反映出了中国整体经济的严峻现状。在二手房价格持续走低的大环境下，部分城市的房价已经跌出了可怕的天际线。安徽合肥一名资深房地产从业者透露，3月份，合肥二手房的成交房源中有70%左右都是总价200万元以内的房子，而去年同期，二手房的成交均价还是18900元每平方米，而今年只有15900元每平方米，100平方米的房子价格跌了整整30万元。湖北武汉一家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也表示，今年以来，二手房买家普遍以8折、75折的价格开口砍价，而那些价格挂得过高的房源，甚至连浏览量都很少。他举例说，一套位于汉阳钟家村片区的二手房，最初挂牌价为125万元，但几乎没有人来看房，降价至115万元后才有人关注，但看房后，对方直接将价格砍至100万元。另有消息传出，在一些3、4线城市，甚至已经出现白送房子的惊人场面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有些地方房价已经低到物美价廉的地步，房子不仅白送，还配有若干千元的现金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清理积压的房源，换取现金流，避免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。目前，许多地方都在采取限降令，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。大家都跟风降价，不降价就卖不出去，于是越降越狠，越降越快，这也加速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。李恒清进一步分析道，正如该专家所言，这一系列的房价暴跌，无疑正在加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。与此同时，这场房地产大萧条同时也在深深地伤害着普通中国人，特别是一直被视为中产阶层的群体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前2个月，全中国个人所得税同比大减 15.9%。这意味着，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公务系统，普通人的收入水平都在持续下滑。有分析认为，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全民断崖式降薪的严峻局面，公务员降薪接连不断。去年7月，广东省政府宣布公务员集体降薪 25% 的消息一度引发广泛关注，此后多个省份也相继跟进。浙江降薪 25%， 江苏降薪 15%， 福建降薪 20%， 上海公务员从去年中期开始大幅度降薪。尽管相比私企员工，公务员的生活还算相对稳定，但即便如此，降薪幅度也让他们不得不收紧腰带。正如有网民所指出的，就算降薪50%也比普通人高，而且公务员还有5险2金，再降也比老百姓日子过得好。与公务员相比，民企员工的处境就更加艰难。
作为曾经支撑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坚力量，如今民营企业也难逃厄运。大规模裁员潮席卷而来，各行各业无一幸免。据悉，从民企到国企乃至事业单位，从城镇到农村，雪崩式的裁员正在全面展开。最新的河南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。消息称，除学校医院外，按照531比例精简，也就是事业机构按不低于50%精简，事业编制按不低于30%精简，其中财政拨款的事业编制精简比例不低于10%。有网友担忧土地财政崩盘，地方财政无力负担，为了减轻债务负担，公务员雪崩式裁员开始了。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，如果连相对富庶的江苏都面临这些问题，不难想象，其他省份的压力更大，纾困方案更少。雪崩式的裁员无疑正在加速中国中产阶层的沦陷。一篇名为《中国经济持续恶化，中产阶层加速返贫》的文章写道，眼下中产阶级成为正在逝去的一代，中产阶层滑落与加速返贫无可逆转。房地产市场的崩溃，股市低迷与外资撤离，让昔日荣光满满的中产不仅财富大缩水，连个体面的饭碗都端不稳。断崖式降薪与失业潮已成为2024年大陆中产持续返贫的严峻现实。上月，互联网上一篇月入3万的中产败给了卖房的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。文中记述了大陆几位中产阶层为财富止损而毅然卖房的酸甜苦辣。正如文中所写，过去创造中产的行业，如今正在淘汰中产。公务员减薪、银行裁员、教师降薪、事业编制缩编等等，曾经光耀一时的金饭碗和铁饭碗，如今都沦为泥饭碗。有分析指出，随着经济不断放缓下行，再加上房地产、股市大幅下挫，过去20年撑起中国经济半边天的中产阶层，正在加速沦为新贫民。失去了稳定收入，丧失了财富积累，昔日风光无两的中产不得不低头面对贫困的现实。从往年争相抢购铁饭碗公务员职位的热潮，到如今被鼓励离岗创业，中国中产阶层的命运可谓是从繁荣到衰落，从体面到贫困，可谓是一幅令人心痛的社会图景。有网民感慨，刘邦、李自成都是小公务员出身，后来政府发不下工资就造反了，暗示中国社会发展正步履蹒跚，危机四伏。毕竟公务员作为铁饭碗的存在，一旦连他们都受到如此重创，那么中国社会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？对于这一问题，有专家更为悲观的预测，如果连公务员这些过去的铁饭碗都难逃裁员的命运，那么中国的社会动荡就难以避免。现有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很可能将面临崩溃的风险，到时候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、城市暴乱等情况，这无疑会严重冲击中国的稳定，甚至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政治动荡。正如一位网民所言，土地财政崩盘，地方财政无力负担，为了减轻债务负担，公务员雪崩式裁员开始了。这句话简单概括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困境。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盘正在加速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，而为了减轻财政压力，公务员等体制内员工正面临着大规模裁员。这一系列的恶化局面无疑都在加速中国社会的动荡。一些分析人士担忧，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，中国中产阶层的沦陷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。他们认为，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，一旦大批中产阶层失去了生存保障，很可能会燃起强烈的社会愤怒，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动荡。未来几年内，中国社会将面临巨大的动荡风险。从房地产市场到就业市场，从财政体系到社会结构，无不出现严重问题。中产阶层的沦陷只是冰山一角，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即将崩溃的帝国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中国的社会稳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。